毛子，快点走，径直去内阁。伯老，天气酷热，你怎么来了？哎呀，苏太啊，这心里头窝的事情太多了，想找你倾吐倾吐啊。哎，你有事我可以去吏部嘛。哎呦，你现在已经是首辅了，老夫怎能倚老卖老，坏了朝廷的规矩啊？伯老，你看看这2首打油诗。一部五尚书，3公60余，侍郎都御史多似景山猪。慢道小民度命难，只怪当官都姓贪。而今君看长安道，不见青天只见官。哎，苏大，你哪儿弄的这个顺口溜啊？这是民谣。大凡国运盛衰，官场清浊，民心向背，都可以从这些老百姓口头相传的民谣，也就是您老说的顺口溜里看得出来。哎，苏大呀，这京城百姓乃是天子脚下的龙秀骄民，那比之外省，这一张嘴也是格外的尖刻。什么一部五尚书，3公60余啊，那分明是讥讽高拱在位时赏点太烂。高拱不断给人升官进爵，那其本意是笼络人心，结果呢，弄了一大批知高禄厚的闲官。如此看来啊，这2句也算是言中有物。可这第2首，而今君看长安道，不见青天只见官，这可就有失偏颇了。偏则偏矣，但绝不是捕风捉影。老百姓盼清官，把清官比作青天，自古皆然。但是历朝历代，清官莫不是料若晨星啊！我大明开国洪武皇帝立志极严，那个时候啊，有一个户部主事因为贪污了10两银子被人告发，洪武皇帝对他处以剥皮的极刑。可是现在呢，一个连吏都都不是的宫门造吏，办一趟差也不止敲人家10两银子啊！官场腐败，国库枯竭，若再拖延下去，必然是政权不保，社稷倾危啊！苏大呀，你说的虽然在理，但要铲除其弊端，该从何处着手啊？只有刷新吏治。我已经深思多年，就3个字：一个是贪，一个是散，一个是泄。这次京察就是要冲这3个字而来。老夫很赞赏你这官场3度的说法，但要去掉这3度，谈何容易啊！难是难，但身为宰辅，我已无退路。唉，你呀，我说服不了你。今天早上，吏科记事中骆尊还跑到我府上去，说了他们那帮6科郎言官们的担心，他们大都是高拱的门生，为了弹劾冯保，他们在洪正门敲了登闻鼓。他们认为冯保跟你的关系不错，他们害怕冯保借你之手，借京察之名对他们实施报复。你去告诉那些言官，以人划线的事，我张居正绝不会做。各路言官以高拱的门生居多，但是其中良莠不齐，不能一概而论。有的言官忠于之手，纠弹不法，可称得上是朝廷的护法金刚；而有的言官呢，窥测风向，投某些权臣所好，为排除异己效力。这样的言官一个也不留。看来你是真要实施雷霆手段整顿吏治了。我老，你且说一说，现在全国到底有多少官员？这9品以上的官员共有7万名。那北京和南京2处呢？有2万7千名。两京各有18大衙门，哪里用得了那么多官员？官员一多，这扯皮拉筋的事儿就出来了。我想利用这次京察，裁掉一批贪官、坏官和庸官。苏大呀，这大明开国以来，可还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当首辅的。为了朝廷的利益，不惜和整个官场作对。何老，我早就说过，生死荣辱、得失关头打不破，国事就无法料理。
真是一场好雨啊！久旱多日，是该下场透雨了。下雨了，一时也走不了。哎，这样吧，干脆留在我这儿吃顿便饭。好吧，那咱也不要别的，一碟咸菜，一根葱，2个窝头，1碗粥有吧？燕窝鱼翅我无法办理，若是这个，我管饱供应。皇上已经收回旨意，连我们这些皇亲国戚都要继续执行食物折俸的。嘿，我正为这生着气呢，这不，我想把花园改成菜园子了。你把这好好的花园弄成菜园啊，弄得满院子的大粪味儿，还不是自个儿遭罪吗？要我说，你真有本事，应该把张居正家那个花园改成菜园，让他也闻闻臭，这就对了。哎呀，现如今高拱被贬出京，魏廷山那帮老臣根本担当不了什么重任，我们也只有自个儿顾自个儿了。我是彻底看明白了，有张居正在，就没我们的好果子吃。吴廷国，适当的时候，你我一起上奏皇上。这一点不光涉及到你我的利益，更涉及到咱们皇室的尊严。我告诉你，这一点，你闺女和你外孙根本就没想到。是啊，现在张居正又搞什么京察，这件事如果让他弄下去，谁身后没有点把柄，让他抓住啊？是啊，他要想整你，这再干净的人，总能找出点事儿把你整趴下了。嘿，更何况你我处在那个那叫什么巅峰之上的人，所以，咱们不能让他得逞，京察一定得让他停下来。老爷，夫人已经准备好了晚膳，就等您和允秋辞秋了。这2个孩子去哪儿了？去什刹海了。什么？去多长时间了？有没有人陪着？他们不要陪。你呀，他们不让陪，你就不会派人跟着吗？哎呦，老爷，等您半天了，雨大道上不好走吧？允修和慈修到现在还没回来呢。那你还不赶快去找？去了呀，他2个哥哥1个时辰以前就去找了，可现在还没回来，恐怕是雨大，在哪儿躲雨呢吧？李可在，立刻带人去什刹海，一定要把允修、慈修找回来。小的遵命。等等，多派些人，赶快去。是。您这是怎么了？孩子们出去转转，值得您这么大惊小怪的吗？你知道什么呀？时下局势十分混乱，有人为了对付我，不惜花重金买通绑匪对玉娘下手，就不会对咱的孩子下手啊？这么说，您堂堂首辅，竟被险境围困，那咱们还当这个官干什么呀？妇人之见。为了匡扶正义，我张居正无赤身投去，我怕什么？我担心的是我周边人的安危。老爷，老爷，允修和慈修回来了啊！哎呀，回来了！哎呦，我答应好的，爹，我们回来了。您都答应好的陪我去买贡镯，您失去我。哦，好，这是爹的不是。哎呀，以后啊，你们可不敢随随便便往外跑了。谁说我们随便往外跑了？是母亲允许的。母亲说了，男子汉要有独闯的能力。哎呀，你看你们要是再不回来，你爹就要拿我治罪了。走吧，咱们吃饭吧，饭菜都凉了。来，老爷，少爷，大内冯公有要事求见。啊，知道了。哎呀，你看，你们先吃吧，不用等我了。你把孩子们都等回来了，你却又要走了，真是。身不由己啊。那好吧，走吧。爹，我们走吧，饭都凉了。张先生，冯公公一身雨雾而来，
想必有要事相告。坐。随便走走。雨中漫步，也不失其雅兴。张先生近日可好？好什么呀？一闹门子官司，有些人恨不得把我一口吞了。蚍蜉撼树而已。只要你我同心协力，赢得太后娘娘的支持，天下再大的事都能够迎刃而解。只是有一个人，绝不能掉以轻心。请冯公公指教。许从成，这个驸马爷，绝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仗着自己是皇上的姑父，上蹿下跳，山阴风点鬼火，蹦跶的比蚂蚱还欢。我看许从成一个人成不了气候，问题在于他背后有一股子势力。说起势力来，有的事儿，咱们还得随遇而安。这是何意啊？先生，知道李太后的老家火县吗？知道。太后的老家今年遇上春旱，麦子欠收。李太后的意思是减免火县1年的税赋。如果真是遇上春旱，减免税赋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我必须先派人去火县核实。哎呀，有这个必要吗？张先生，太后的事儿就如同皇上的事儿，你可不能太叔生气了啊！哦，对了，听说你家人要等着一同与你进膳呢。行了，得跟他们好好团聚团聚了啊！我走了，冯公公走好。对了，我听说两淮盐运使史元阳4年期满，先生是不是有意换人呢？哦，我还不知道此事。冯公公这么问，是不是要推荐何人呢？是，我是打算推荐一个人。谁呀？胡自稿，现在南京工部主事任上。胡自稿？冯公公有意推荐他？怎么？张先生知道这个人呢？听说过。这个人贪名很大呀。什么贪名？都是些道听途说的事儿。官场上的人都是些捕风捉影的长舌妇。冯公公，如今正值京察财官之时，的确要推荐这么一个素有贪名的人出任两淮盐运使，恐怕不妥吧？京察也罢，财官也罢，那得因人而异。张先生，为了兼顾自己的权利，责人要不拘一格，该变通的就得变通。我斟酌斟酌。我可是很少开口向人求情的。张先生，这就算一次了。主官兄，哎呀，是首府大人大驾光临。忙什么呢？你还看不出来啊？我这个户部尚书就是一个账房先生。给皇上当账房先生啊，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是的，到我这儿来不会是为了跟我唠闲嗑的吧？是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说吧。两淮盐运使史元阳任期已到，不知汝官兄可否有接替的人选？这事儿应该跟吏部磋商啊。我尚未与吏部堂官通气，我是想咱们两个先议出一个方案，再与他会议也不迟。好，人说盐政、曹政、河政3大政，盐政摆第一，所以两淮盐运使的人选马虎不得，一定得慎重选拔才是。你有备份的人选吗？我这不是刚听你说起这事儿吗？常言道，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如果盐官选人不当，套用这句话，那就是3年清御史100万雪花银呐。这个道理就不用说了，大家心里都明白。我问的是人选。是的，别跟我兜圈子了，说吧，打算用谁替换史元阳？我有个人选。这个人啊，可能你还认识。谁？胡自稿。他？
推荐他？隆庆2年，我以户部左司郎的身份总督天下仓场的时候，他是我手下的一个辅仓大使。此人的贪婪是出了名的，你怎么会推荐他呢？无论我恨不能杀了他。那是冯宝。对，我听说他花重金攀上了冯宝这棵大树。舒大，你可不能这么做呀！为了国家大计，功夫之间，有时候也得做点交易啊。什么交易啊？为了推行万里新政，我们才搞了京察和胡椒苏木遮风2件事，就遭到了这么大的阻力。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我们必须拉住冯宝，减少阻力，让他当好内阁与皇室之间的桥梁，以确保我们商定的清障田亩和实施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能够顺利的推行。舒大，这胡子稿一旦就任两淮盐运使，两京必定舆论哗然，你就等着背黑锅吧。退一步进2步，如果能够保证大政方针贯彻实施，这黑锅该背还得背啊！那些清流凑在一块嚼舌头，也是件烦人的事儿。宁做干臣，不做清流，这是我一贯的主张。年轻的时候，你不是也是这个观点吗？你说我们口口声声要整治腐败，到头来却提拔一个贪官，怎么说我这心里头都是疙瘩。出水才看2腿泥嘛。如果我们启用了一个贪官，却能够换来惩治千百个贪官的结果，你干不干？更何况，我们用胡子稿也不是让他继续贪墨，所以你要想法子给我盯死他。一旦发现他有贪墨行为，再严惩也不迟。好，舒大，时辰不早了，让膳房准备几个菜，在这用午膳吧。也好，有个事儿咱还没聊完呢。哎，太后娘娘，今儿个有什么要紧的奏本？一共有3道奏本。哪里呈上来的？一道是河南府新郑县令呈上的密札，详细禀报了高拱回籍这2个月的举止动静。哦，这个倔老头子回家后可老实。新郑县令说，高拱回籍这2个月，足不出户，闭门谢客，连当地的近身前去拜望都一概谢绝。这个县令的话可靠吗？大致可靠。上次太后嘱咐奴才要把高拱盯紧一点，奴才就派人去了新郑，传谕县令，有关高拱的举止言行，要定期写密札向皇上奏报。为了万无一失，除了县令那边，奴才还另外派了人监视。情况如何？诚如县令所奏，高拱的确是足不出户，但他总还是有个传声筒在外面活动。谁？他的管家高福。有何不轨之举？高福早就被高拱调教出来了，滑得像条泥鳅。他3天2头离开高家庄，一会儿去庙里头烧香，一会儿去县城里头采买东西。看起来忙的都是高家的杂物，但实际上他还是见了不少的人。前2天，高福会见的2个人还跑到了京城，在庙友街的寻风阁酒楼上会见了魏廷山与王显觉2人。许从成也在其中。这不是高拱的哼哈2将吗？这许从成怎么也搅和在里头了？是啊，所以奴才也觉得这里头会不会有什么阴谋？这2个人是干什么的？江湖上玩杂耍的，是爷儿俩，爹叫猢狲，儿叫猢狲子。抓着了？抓住了，但2个人武艺高强，又跑了。这办的叫什么事儿？奴才该死，奴才办事不力。冯公公，先前你说唐朝有个姓李的住在衡山上，却把握着京城的朝政，这个人叫什么？回太后，叫李泌。后人称他为山中宰相，是不是？是。在咱们万历皇帝当政的时候，绝不允许出现什么山中宰相。皇后说的对，大办，那个人你务必得抓住啊！奴才遵旨。山中宰相之所以能呼风唤雨，就是因为朝中党羽众多，若一举剪除，则可永保无虞。
高胡子自恃先帝对他信任，总揽朝政几年，培植了大量的党羽，这可是最大的心头之患啊！所以张先生才提出了京察。皇上宣读的戒狱群臣书，可谓是清除高拱死党的绝妙良策。这些时日，张先生怎么样？我老家火县减免税务的问题，张先生是何态度？太后娘娘，您知道，张先生是个有主张的人，他已经派人去火县查实那儿的受灾情况。难道连我的话都要重新印证？那倒不是，皇上的戒狱群臣书刚刚颁布，张先生不得不这么做，他是怕太后娘娘给高拱那帮余党留下口舌。你去告诉张先生，有我和皇上在，他就放手干吧。是。户部用银紧缺，只能委屈舒大兄了。现在能吃到粉蒸肉，实属不易啊！哎，主官，你也知道我好这口。你没看见下面全是梅菜，就3块肉，银根吃紧呐。好，舒大兄，还有何事要聊啊？李太后进封以后啊，让凤宝给我带信儿，意欲给火县减免1年的赋税。我呀，最近派人去火县做了次调查，虽然的确有些春旱，但麦子尚不知欠收，而山东、山西、河南等省的一些州府啊，从春到夏颗粒无收。如果只给火县减免税赋，那其他州府怎么办？可如果不给火县减免，李太后肯定不高兴。她对冯宝说啊，自入宫以来，无论是升皇太子，还是晋封贵妃，从未给家乡谋过任何福祉。现在提出这个请求也不为过。主官，你看这事儿该如何办理才好啊？如今李太后是一言九鼎啊，干脆就遵从遗旨不就得了？哎，这倒是简单。可又如何对待那些旱情真正严重的州府呢？那就一并减免嘛。悯农爱民之心倒是善举，可是只给火县减免赋税，岂不是以庙堂神器而谋私德？这有悖天下为公的圣君思想。可是若把所有的御灾州府一体减免，又有违法度。国家财政如此拮据，再也容不得败家子儿啊！如何选一个万全之策来解决这个难题呢？哎，你平时留神国朝财政典籍，在这方面有什么组织可循啊？新皇上登基，可减免天下赋税，以示天子爱民之心。前朝有永乐、宣德、嘉靖等皇帝都做过，虽非洪武钦定之组织，却有故事可依啊。这故事就等于组织。胡椒松木遮风，也非洪武所定。哎，谁敢说它不是组织啊？啊，凡前朝势力一经决定而付诸实施，便是定制。我的意思啊，让户部拟文奏明皇上，至此改朝换代，金主承嗣大统之际，力减天下赋税，以示皇上顺天爱民之心啊。舒大，如今太仓银告罄，咱们再减免赋税，朝廷用银从何而来？你要是为了太后而不顾社稷安危，你我必定成为蜂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太后乃一国之尊，她是天下万民的太后，不是火县一县人的太后。这个简单的道理，太后极为通情达理，她不会不懂。哎，洪立板啊，你探头探脑干嘛呢？这个卑职想见王大人。接待朝鲜特使方案等你们1至4拿出来，你写好了？写好了。那王大人在，你去吧。哎，洪立板，按照你的接待方案，好像不怎么隆重嘛。不隆重也得花3000两银子。如今国库空虚，卑职不敢。国库就是再空虚，
总不至于连朝廷的脸面都不要吧？拿回去充血，按5000两银子做接待方案。是。你还磨蹭什么？赶紧去呀！王大人，卑职还有一件小事相求，但开不了口。什么事儿？卑职想请王大人格外开恩，从礼部司务署借2两银子。2两银子？你要2两银子干什么？卑职本月的俸银没有拿到，只拿到胡椒酥木。家中老藏头拿着胡椒酥木去大街上卖了半个月，却1两也没卖出去。如今家中生计出了问题。滕立本，你哭什么穷啊？家里就是再不济，总不至于缺2两银子吧？再说了，胡椒酥木折缝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如果礼部把钱借给你，别人都来借，那怎么办呢？不行，这个头不能开。王大人，卑职只借2两银子，以解燃眉之急。胡椒酥木折缝那是户部的事儿，要借你到户部去借。冯立本，你等等，我问你件事儿。季大人所问何事？你的那个自陈部支书怎么还没交啊？不是还有3天吗？咱衙门里所有的官员都交了，可就剩下你了。自陈部职，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写。这还不好写，你就写这几年来你这个仪制司主事都做了哪些不称职的事，要自请皇上给予惩处。下官自任仪制司主事以来，奉公为警，小心做事，并没有差错。他这次经查的目的就是让两京所有的官员都陈说自己的错误，你怎么能说自己没错呢？我真的没有错。你怎么没有错？上个月，吕大人安排你写奏本，给皇上的生母和嫡母加封尊号，不同意抬高李太后的身份，你这错误还小吗你？这能怪我吗？这都是王大人的意思。你那么大声音干嘛？我告诉你，吕大人如今身为内阁辅臣，王大人很有可能接任部堂，你攀扯他，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你？季大人也知道京察的厉害，如果按照你说的那样，写一份自陈部支书呈上，我这个6品官还当得成吗？哼，就按你这个做人的方法，你就是不写，你头上这顶乌纱帽也未必戴得稳。这是为何？你知道这次京察要裁汰多少官员吗？多少？6000人呐！我的天哪，这么多！咱们礼部300多人要走1/4，这一些个官员为了留任，早就在托门子找人。那该请的就得请，该送的就得送。可你倒好啊，你不但不给当道的大官送礼，你还找王大人借2两银子，你说你寒碜不寒碜啊你？让一下，让一下。哎，店家，这儿是不是收购胡椒酥木？哪个府上的？啊，礼部仪制司佟立本，佟大人府上的。什么佟大人、铁大人的，没听说过。走吧，到别处去卖去。没看见这儿的胡椒酥木已经堆成沙了吗？走吧，走走。店家，您少出一点茼钞，我这就便宜卖你了。便宜，我卖给你，你要吗？哎，那你这不是贴着收购的告示吗？我们是收购啊，但是轮不到你，被堵在门口。走走走，给我快走，听见没？把东西给我拿走。对不起，胡椒酥木卖了半个月，也没有卖出去。你就可怜可怜了。这事不怪他，给我是他主人没出息。可怜官啊，等他都给我走。不是什么，我都卖了你，事儿没摊在你身上。真的，站着说话不腰疼。快走吧你！哎呀，七爷，你怎么来这儿了？老郑。别怕他！嘿，哪儿又出这个打抱不平的？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你个势利小人，狗眼珠子看人低，
官大你收，官小你欺负人家。你骂谁狗眼珠子？我骂的就是你，骂的你。你个是你！相中我你算了，七爷，犯不着跟这号人一般见识。大爷，你的帮扶，你的帮扶。你注意点啊！谢谢好吗？哎，他这芝麻绿豆干能好到哪儿去？领了这一大堆胡椒苏木，我跑遍满京城大街小巷，就没换回1两银子，家里穷的都揭不开锅了。哎，也不知道你们家老爷怎么想，出了这么个馊主意，拿胡椒苏木折凤。您瞧瞧，行，不能提了，您自个儿当心啊，我到其他地方碰运气。婵儿，啊，婵儿，饿了吧？啊？没事，再忍耐一会儿啊，贵娘有东西喂你，哈哈。老爷，你回来了。怎么流血了？跟人打架了。多少年了，我就没看你跟人怄过气，怎么还跟人打架了？还不是因为老爷的食物折凤。是有人想暗算你？是我送上门的。京城那些收购胡椒苏木的商家，一个个凌强欺弱，他们专门欺负那些小官。老爷，那些小官手中的胡椒苏木根本卖不出去。今天我遇到我远房表哥的管家，他为了变卖胡椒苏木，被商家连侮辱带讽刺，小的看不惯，上去辩了几句，就打起来了。是啊，我早该想到，京城里那些小官儿就靠这点少得可怜的俸银养家糊口，一旦失去了俸银，那他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老爷，您得为他们想想办法呀。有妾，你到账房去支点银子。老爷，干什么？去淮阳酒楼订上一桌，要像样一点。要请我表哥吃饭。哎，我光请他吃饭，能帮他渡过难关吗？那你要请谁呢？你不是认识那个七彩霞的老板吗？我不认识，徐觉认识。这个人叫郝一彪，号称京城首富。今晚我请郝一彪吃饭，你叫上徐觉一块作陪。礼尚往来啊，他若是能帮我这个忙救了急，日后本府也不会亏待他。好，怎么又没卖出去了？老爷，不光货没卖出去，还差点连累了你那个表弟油漆。怎么？你见着油漆了？是啊，他弟小人打抱不平，跟商家争了起来，还白白挨了一拳。活该，都是他的主子张居正，害得我们连锅都揭不开了。老爷，你就别指望有人收购这些货了。为什么？这些胡椒苏木都是国库里的上等好货，难道偌大一个北京城就找不着一个买主？老爷，难呐！胡说，分明是你老糊涂了，没找对地方。哎，老郑，哎，你怎么了？来，怎么了？老郑，看你这是一头虚汗，一天都没吃东西了。老爷，其实老爷你也应该明白，在京的官员，大大小小上万人，每个人都领了胡椒苏木回家，加起来有10多万斤之多呀。现在，整个北京城，大街小巷走的都是卖胡椒苏木的，可10个人卖，却不见得有1个人买呀。虽说也有一些店家收购，可人家收的都是那些个官大势大人家的，
苦了像老爷你这样的官儿。今儿个上午，小人路过北玉河桥，真想一头跳下去，一死了之啊！老爷，老爷，老爷，怎么了，老爷？老爷你怎么了？老爷，老爷饿了，我给你熬粥去。慢着，我做了20年的朝廷命官，直到今天，老夫才豁然明白，我既非佟大人，也非铁大人。更非赢大人、金大人，我只是一块不讨人喜欢的狗骨头。明白了就好，明白了就好啊！啊！老爷，老爷，你别笑，你笑了下回族家。老爷，老爷，你别笑了。老爷。官儿，历来我佟家有几个年头了？12年。12年，8年丫鬟，4年侍妾，未曾过过一天的好日子。老夫对不住你。老爷，你说的是啥话呀？缸里还有多少米？还有一点儿。去，都把它煮上。今天晚上我们要好好的饱餐一顿。老爷，让你去你就去。就这么点铜钱了，你去打半斤酒，余下的就买点卤菜什么的，你做主啊！老爷，小人知道。少啰嗦，就这么多少钱了，赶紧打酒去。哎，啊，饿，再忍耐一会儿。爹今天有饭有肉喂你啊！哎呀，好儿子，今天晚上咱们也乐一乐啊！爹给你唱个曲儿，好不好啊？爹的曲儿好听，我要听。大雨落，细雨落，街上孤儿好摆脚，手牵手儿上山去，要把林间扶树，要把林间扶树。这位是京城大富豪郝一彪，这位首府大人。首府大人，郝老板名震四方，生意遍及五湖四海，我早就有心结识。我一个土财主能够在此结识首府大人，真是三生有幸啊！本官在此摆下鸿门之宴，想必郝老板一定能够明白本官其中的用意。大人的用意我略知几分，只是近几年来国政颓败，政贸易岂能通畅？不见得吧？我听说郝老板这几年在浙江外海与倭商进行海上贸易，一年怎么着也得赚个几十万两银子。你的七彩霞绸缎庄里有不少国内鲜见的倭布，我说的对吧？不假，这只是无奈之举。郝老板，你也知道，隆庆皇帝掌朝时虽然取消了海上禁运，但你却从海盗手上大量收购他们掠夺的赃物，
这里头若要认真起来，你怕也脱不了干系吧？徐总管，您这话有些不妥了。所谓海盗，其实是外国商船，是有人想趁机敲诈，才捏造事实栽赃于我。原来如此，实行海禁并不利于国家的兴旺。如今新皇上登基，意欲开创万历新政，打开国门与海外诸国通商，重启海运。这对郝老板来说，该是条令人振奋的消息吧？是个好消息。如果真能那么做，那我郝一彪从此以后也就不至于偷偷摸摸的跟外商接洽了。这样既能振兴贸易，朝廷又能增加赋税，岂不两全其美？没错。不过眼下，你得帮我一个忙。大人直言，只要不是上天摘星星啊，剩下的您尽管吩咐。听说你收了一些胡椒苏木。是啊，都是些平常往来较多的官员，还收了些，做个人情。能不能再多收一些啊？大人的事儿包在我身上，不是我个人的事，谁家的都行，只要大人明言。好，有郝老板这句话，张某感激不尽。